萨姆。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今天社长来到了京都，带大家继续我们的关西历史之旅。现在正好下了小雪特别的有情调。这一次呢，我们要逛的就是德川幕府的权力象征、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赫赫有名的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康呢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在江户城建立了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或者是江户幕府，开启了长达264年的江户时代。同年德川家康于京都的二条通修建完成了这座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二条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条城呢都是由高大的石墙包围，外围还挖有一圈护城河。那么二条城的形状呢几乎就是个矩形的，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达到27.5公顷，差不多有38个足球场那么大。和社长之前去的大阪城有一点不一样二条城呢是没有天守阁的。二条城的天守阁早在1750年就因雷劈被烧毁了，也一直未能重建。因此，照理说二条城呢是一座不完整的城，是有缺陷的。但是它为什么依然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呢？别急，社长进去了之后再跟大家慢慢聊。穿过二条城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被誉为日本国宝的二之丸御殿。就如社长刚刚所说二条城呢是没有天守阁的，而这个二之丸御殿呢就是二条城最重要的建筑了。我们去看一看。在进入二之丸御殿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入口处的这个门。这种样式叫做唐门，在很多日本寺院里都能看到。听名字呢，你可能又会以为这是从唐朝学来的，其实不然。这其实呢是一种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独创的建筑样式。作为二之丸御殿正门的唐门，非常绚丽豪华，不仅装饰着很多金具，还有很多色彩鲜艳的雕刻。飞翔在松竹梅之间的仙鹤象征着吉祥，龙虎和凤凰都是权力的代表，还有狮子，它在古代呢被认为是守护圣域的动物。这个唐门在这里伫立了400余年，依然还能够带给人们新的惊喜。在最近一次的修缮工程中工人们在金具的菊纹下面呢又发现了葵纹，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日本，菊纹是天皇家的象征，葵纹呢则是德川家的家纹。由此可以看出二条城呢既是天皇的城，也是德川将军的城。社长在之前介绍大阪城的视频里有提到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并称为战国3杰的德川家康，虽然没有另外2位那么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但是架不住他能熬把丰臣秀吉熬死的德川家康在1601年在关原之战中取得大胜，随后呢便下令修筑了二条城。此时从日本的地图上来看西边的京都呢是以天皇，也就是以朝廷为中心，东边的江户呢则是德川家康的根据地。天皇仍在，掌握政治实权的呢却已经悄然变成了德川家。德川家康深感在京都也必须建造一个据点，对外号称是呢守护天皇居住的寓所的目的，还有德川家康上洛时的居所，这便是修建二条城的初衷。1603年，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开启江户幕府之时就在二条城呢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庆祝宴会。从此，德川家康只要是来到京都觐见天皇，就必定会从二条城出发。于是呢，逐渐在京都民众之间形成了说起德川家就是二条城的印象。社长现在身后的就是被誉为日本国宝的二之丸御殿。二条城虽然没有了天守阁，但是在江户城大阪城名古屋城等名城的御殿相继被烧毁之后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呢就成为了日本现存的唯一的城国御殿了。在这里再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御殿？御殿就是城主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通俗一点理解城主呢既在这里上班，同时呢也在这里睡觉，因此御殿可以说是日本古代城池的心脏部位。
社长刚刚参观完了这个二之丸御殿啊，可惜里面不允许拍照啊，社长只能从外边为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二之丸御殿的总面积有3300平米，由相互连通且大小不一的6个大殿组成，分别是远室、室台、大广间、苏铁之间、黑书院和白书院。从入口进去后啊，第一个大殿叫做远室，相当于等候室。将军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大名们呢要先坐在这里等候将军的召唤。接下来就是室台，是各位大名们打招呼的地方，也是向将军呈上文书和献礼的地方。再然后就是大广间，是将军与诸位大名面对面处理政务的空间。为了彰显将军的地位啊，这里也是色彩最丰富、内装极尽豪华的一间。再往里走呢，就来到了苏铁之间，它是二之丸御殿内几个房间的通道，因为外侧种植着苏铁而得名。这个苏铁啊，原本是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植物，对于京都来说非常珍异。拥有这样的珍贵植物呢，也是二条城的权力象征。难怪啊，要单独用它给一个区域来命名了。通过苏铁之间后啊，就来到了黑书院，只有德川家康的亲信大名才能进入，是更加私人的密谈场所。继续往里走，最后就到了白书院，这就是将军的寝室了。因为这是将军放松休息的地方，所以这一间呢是以水墨画为主题，娴静悠然，很能镇定情绪。在二之丸御殿里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当你踩在二之丸御殿走廊的地板上时啊，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这难道是建筑物老朽发出的警告吗？当然不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机关。在这走廊的地板和梁柱之间附有一个个金属夹具，当有人走过地板时啊，夹具便会上下移动，导致钉子与夹具发生摩擦，产生尖锐的声音，就像是夜莺的叫声，因此得名夜莺地板。那么这个夜莺地板的作用是什么呢？没错啊，这其实是一个报警系统。因为二之丸御殿的工作人员啊，他们的走路是比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刺客呢，他们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踏入这个二之丸御殿的时候啊，可能就是正常走路，偷偷摸摸的，对吧？所以当这个工作人员一旦听见这种偷偷摸摸的走路的声音，就会马上被这个声音所提醒，将军的安全呢也就得到了保障。来到二之丸御殿，还有一个不能走马观花，必须要用心观赏的，就是每个房间里面的拉门画，在日语里呢叫做障壁画，是传统的日式建筑里一种常见的装饰画。在二之丸御殿里啊，保留至今的障壁画共有3600面，其中有1016面被指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产。从室町时代至明治时代期间，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名字叫做狩野派。二之丸御殿里的障壁画便全都是他们绘制的，因此在美术界呢，二条城又有个昵称“狩野派的美术馆”。描绘在大广间的这幅松樱图尤其值得一看，在黄金色的背景之中，瀑布流下形成溪流，突破了门框，一直延伸到屋顶的松树，粗壮的树枝上停住着3只老鹰。自古以来，狩猎老鹰都被日本的统治者视为彰显权威的象征。据说德川家康本人呢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当我们在地台上坐定，抬头仰望四面墙壁上那些巨松和飞鹰，真的会有一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心壮志之感啊！二条城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啊，不仅是因为它在日本建筑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更是因为啊，它对日本整个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件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大事就发生在这里。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的154周年，很多人都知道啊，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统治，完成了日本由封建制国家到近代民主国家的转变，是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而明治维新的契机呢，就要追溯到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这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代表美国啊向江户幕府致意。此举啊，打破了日本长达220多年的锁国政策。随之，在日本分裂出攘夷派和开国派2大对立群体。不久后啊，日本诸藩中最强的2大势力萨摩藩和长州藩，在1866年结成了萨长同盟，决定以武力讨伐幕府。为了避免和势力强大的萨长同盟直接对决啊，1876年10月13日，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叫德川庆喜，他把在京都的40个藩地的驻京办代表呢，都召集到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也就是这儿，和他们呢在这儿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便成为了日本历史的转折点。
第二天，德川庆喜就向朝廷提出了申请书，递交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德川家呢愿意将政权交还给天皇。自此啊，江户无血开城，结束了接近将682年的幕府统治。这一事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政奉还。大政奉还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也是日本教科书里必讲的内容。这场变革啊，决定了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加速了日本的发展进程，为日本跻身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德川家康特别能忍，特别能熬，他熬死了丰臣秀吉，取得了天下。他的第15代孙子德川庆喜啊，同样能忍。他把大权交还给了天皇。如果说他不奉还大权的话呢，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应该是德川家已经被灭门了吧。本源御殿这个边上的护城河里面有很多的鲤鱼，这个地方放了机器卖这个鲤鱼的艾撒，我们买一点喂一下鲤鱼，要拧一下是吧？哦，走，哎呦，这感觉人也能吃啊，这个，来这边，哇塞，呦，真快！哎呀，鸭子比鲤鱼吃得快啊！你看，可能鸭子智商高一点点。我们喂完鲤鱼啊，进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呢是在天守阁的遗迹上面，这个天守阁啊看上去不大，但是从这个地方看里边啊视野特别好。往那个地方看呢，这就是二条城的本丸御殿，大约是在1626年啊，由德川家的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所建造。最初建成时啊非常壮观，后毁于火灾，现在啊已经看不到了。而如今的这栋建筑呢，是于1893年从京都御所的贵宫御殿迁移而来的。刚才我慷慨激昂的介绍一顿啊，其实现在正在修缮中。参观完了御殿啊，最后我们来到庭院里散散步啊，看看传说中的苏铁树。二条城内啊，总共有3个庭园，二之丸庭园就是这个，还有本丸庭园和清流园。种植着苏铁的二之丸庭园啊，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造庭家小窟远州的杰作。这个呢就是苏铁树了。社长刚刚提到啊，苏铁呢原本是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植物，在京都寒冷的冬天啊，伺候这种热带植物可不容易啊。每到冬天呢，他们就得包裹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相当于穿上大衣了，以保他们能够顺利过冬，不至于被冻死。这是从江户时代延续至令和时代的做法，渐渐的呢，也成为了二条城的冬季风物诗。从二之丸庭园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后山的清流园。清流园有一个小世外桃源，叫和乐庵茶房前田。今天天太冷啊，我们进去喝一杯茶吧。有一点点高端农家院的感觉。哇塞，这个庭园太美了吧！好暖和呀！夏天来感觉应该很好啊。明治维新之后啊，二条城被明治新政府军接收，成为皇室的二条离宫。而到了昭和时代啊，它才被正式下赐给京都市，被改名为恩赐原离宫二条城，作为公共设施向一般大众开放。进入平成年代啊，1994年，它又和清水寺、本愿寺等一起成为了古都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到德川庆喜举行大政奉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二条城呢就是日本德川幕府荣辱兴衰的见证者，是日本历史朝代的移转之地。而为了方便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来此参观游览啊，社长特地在二条城附近盖了几间旅馆，一间叫城下之宿，指的就是二条城下；还有一间叫离宫之宿，指的是二条城附近的神泉院。
如果有机会住进我们的城下之宿啊，可以留意一下几个房间的名称，叫苏铁、牡丹、芙蓉和若松。这些呢也都是取自二之丸御殿里的房间名，有没有感觉到浓浓的致敬之意呢？这几种植物啊，在日本也是高贵吉利的象征。将军能够在二条城享受到的待遇啊，希望我们的客人呢也能够在古町君的新屋旅馆里享受到，这就是社长美好的愿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